3Atlas 来了，这颗穿越星际的访客即将与我们太空探测器不期而遇。NASA 的欧罗巴快船和欧洲航天局的赫拉号正好身处绝佳位置，即将在未来几天内飞掠3Atlas 那条由太阳风吹出的巨大离子尾，就像无意间闯入一场宇宙级的烟花表演现场。这是一次不同寻常、几乎无法排练的科学机会，像是宇宙本身随手安排了一次科学界的意外馈赠。随着3Atlas 逐步靠近太阳，它的外壳被加热，释放出气体和带电粒子，最终在高速穿行中拖曳出一条庞大而光辉的离子尾。这正是它留在太空中的足迹，巧合的几乎令人难以置信。未来几天，赫拉号与欧罗巴快船的飞行路径将恰好穿越这颗星际物体尾巴的下风区，也就是离子粒子最可能飘散的区域。这次交汇完全不在任务原本的蓝图里，但它带来的潜力巨大。我们或许能首次直接从一颗星际彗星的尾部获取实地数据，这是前所未有的宇宙级突破。在本期视频中，我们将带您揭开这场宇宙偶遇的来龙去脉，聊聊它对天文学有何重大意义，以及欧罗巴快船和赫拉能否真正抓住这一次擦肩而过的奇遇。3Atlas 是人类观测历史中第3个被正式确认来自太阳系以外的星际访客，继2017年神秘的奥莫莫和2019年的鲍里索夫之后，再次唤起了我们对宇宙其他恒星系统的想象。它是在今年早些时候被望远镜发现的，而随着它逐渐逼近10月29日的近日点，也就是它与太阳的最亲密接触时刻，整个星体逐渐变得更亮，仿佛一盏被加热到极致的天体灯泡。当它暴露在越来越强烈的太阳辐射下，外壳中的物质受热喷发，释放出气体与带电离子，形成一条由水蒸气与带电粒子组成的长长尾巴，就像被太阳风猛烈吹起的天体飘带。与此同时，赫拉号与欧罗巴快船正各自忙着自己的任务，缓慢但坚定地穿越太阳系，就像2辆奔赴不同目的地的星际列车。赫拉号的主要目标是飞往双小行星系统迪莫佛斯与迪迪莫斯，评估之前 NASA DART 任务撞击的影响，看看我们是否真的能推开一颗小行星。而欧罗巴快船正踏上前往木星冰封卫星木卫2的旅程，那是一颗有望存在地下海洋的神秘星球，被认为可能孕育外星生命。令人惊讶的是，这2艘航天器的飞行轨道完全出于巧合，恰好穿过了3Atlas 那条被太阳风拖拽出来的长长尾巴的延伸区域，像是一场宇宙中的擦肩而过。赫拉号可以观测这次交汇的时间窗口大约是1周，从10月25日持续到11月1日，期间它将有机会瞥见这条星际尾巴的边缘。而欧罗巴快船的观测窗口稍晚一些，从10月30日开始持续到11月6日，它将深入尾部外围，进行关键的科学观测。为精确预判彗尾的位置，科学家们动用了一个叫尾捕手 Tail Catcher 的模拟工具，它可以综合太阳风的方向、强度与速度，预测这些电离物质最终会被吹到哪里去。模型显示，2艘航天器将以大约800万公里的距离从尾巴的中心轴掠过，虽然远离彗星本体，但仍处在可能捕捉到稀薄离子粒子的外缘区。由于赫拉号并未携带用于探测等离子体或磁场的科学仪器，它的主要任务转而成为太空测量尺，为科学家提供精确的空间定位与飞行几何信息。相较之下，欧罗巴快船配备了先进的磁力仪和等离子体探测设备，本是为了研究木卫2的磁场与等离子环境，现在却意外成为观测星际离子尾的关键角色。这些仪器不只是测木卫2的，它们也能顺手记录彗星尾巴与太阳风相互作用时产生的各种离子活动和磁场扰动，为我们揭示宇宙中的能量交汇点是如何运作的。然而，这类机会稍纵即逝，因为太阳风本身像一股变幻莫测的宇宙风暴，时刻在改变彗尾的形状和密度，就像一阵风吹动着旗帜，不断变换方向。
即使面对这种不稳定性，这样的天文排兵布阵仍然极其罕见。它为我们提供了一次独一无二的机会，让已有的太空资产得以直接靠近观察一个太阳系以外来的访客。星际物体像是穿越星海的信使，带来了关于其他恒星系统中物质组成与演化线索，是我们窥视外星系行星形成过程的珍贵样本。这些星际物体的化学组成与物理结构，正如一本写满密码的日志，可以让科学家倒推出它们在原始星系中诞生的环境，比如温度、元素分布，甚至恒星活动的强度。截至目前，我们对这类星际访客的了解几乎完全依赖地面或空间望远镜远距离观测，顶多看得到，却摸不到、闻不着，始终隔着一层望远镜玻璃。从未有航天器真正深入过这些星际物体的势力范围，更别说直接对它们的尾部进行取样或实测。这也是这次任务可能成为第一次的原因。如果欧罗巴快船真的能记录到3 Atlas 的离子尾信息，那将是人类首次获得一手在太空中当场测量的星际彗星数据，就像考古学家第一次真正走进金字塔内部，而不仅仅是在外面拍照。即便收集到的数据量不多，也足以让科学家将其与太阳系内的土著彗星进行化学和物理属性的比对，看看到底他们是亲戚、远房亲戚，还是完全陌生人。这次观察的主要科学目标可以说非常清晰，尽管是意外之遇，但目标清楚，意义重大。首要的是对彗尾中离子和等离子体的具体特性进行分析，也就是这些粒子是什么，从哪里来，如何运动。科学家将尽可能测量这些粒子的密度、空间分布以及它们携带的能量，就像研究一场宇宙风暴中每一滴雨水的路径和威力。同时，研究磁场结构是另一重点，看看这条离子尾是不是像我们预想那样，被太阳风牵扯成一条扭曲的磁绳。他们还想知道，在太阳风的强烈冲击下，这颗彗星的尾巴是如何响应的，磁场线是否像被搅动的绳子一样产生漩涡或断裂。当然，所有数据的最终目的是用于比较分析，跟我们熟悉的太阳系彗星进行一场横向对照。这将帮助科学家判断星际彗星在接受相似阳光照射和太阳风作用时，是不是表现出与我们本地或完全不同的行为模式，进而推测其来自星系的演化路径。此外，这次飞掠也为验证天文学中用于预测彗尾行为的理论模型提供了珍贵的现实校对机会。比如那个尾捕手模型，虽然能推演出太阳风如何拉伸和塑造彗尾的弯曲结构，但从未有机会在真正的星际彗星上进行实测验证。哪怕只获取到一部分数据，也能帮助科学家微调这些预测工具，让我们未来遇到类似事件时更有准备，判断更准确。当然，这一切前提都是如果能测到，因为这一计划也充满了不确定性和挑战。由于2艘航天器经过的位置距离彗尾的核心区域还有几百万公里，离子密度可能已经非常稀薄，最终捕捉到的粒子流量可能微乎其微。更复杂的是，太阳风就像一阵不规则的高能风暴，它的速度、方向时刻在变，这可能会导致彗尾的位置和形状出现临时偏移，增加观测的难度。更现实的挑战是，这2项任务原本都不打算顺路研究星际物体，所以团队临时调整观测计划，预留的时间和资源其实非常有限。但即便数据模糊，甚至什么也没探测到，这样的零结果依然可以提供宝贵的信息，帮助我们设定未来仪器的最低灵敏度要求，也算科学探索的一种收获。如果欧罗巴快船真的在这个狭窄时间窗内成功捕捉到数据，那将成为星际探测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事件，证明我们第一次能够在星际物体经过时伸手摸一把。这将意味着人类科学史上第一次能够亲自测量来自太阳系之外天体的等离子尾部环境，就像从遥远的外星快递里打开了一张原产地说明书。通过这些测量，
我们不仅能更深入了解星际彗星在恒星风中的表现，还能回溯它们可能的起源地，同时也为建立行星系统形成的通用模型提供难得的实地样本。这次事件也提醒我们一个重要的教训：航天任务不仅要精确，还要具备灵活应变的能力，才能在宇宙这个不断变化的大舞台上抓住突如其来的机会。毕竟无论是赫拉号还是欧罗巴快船，他们在设计阶段都完全没有考虑到要研究星际彗星。这次的机会完全属于宇宙偶遇。令人惊喜的是，哪怕只做一些小小的仪器调试与路径优化，欧罗巴快船就有可能收集到对整个行星科学领域都极具价值的原始数据。这再次印证了一个趋势：未来的航天任务应该具备任务中期微调的能力。因为随着更多星际访客被发现，这类突发科学窗口将越来越频繁，错过一次可能就要等几十年。这次事件给我们上的这一课，很可能将直接影响未来任务的规划逻辑，不再只是专注于目标 A， 而是要预留随机目标 B 的能力。例如欧洲航天局计划中的彗星拦截器任务，就是希望未来能与一颗尚未被发现的原始彗星，甚至是一颗星际闯入者进行真正的会面。而如果欧罗巴快船这次成功取得实测数据，那些真刀真枪的观测结果将成为设计新一代任务的依据，包括仪器该多灵敏、操作流程如何安排等关键细节。但现实总是紧迫的，这次任务的时间窗口非常狭窄，几天之内就会错失良机。在这场偶然科学机会中，赫拉号更多像是一位旁观者，主要提供背景定位数据，而不是直接参与观测。所以科学团队必须争分夺秒地提前设置好欧罗巴快船的探测仪器，确保在那短短几天内，它能以最佳状态采集有价值的数据，而不是错失良机。一旦数据收集完成，科学家们将会把这些真实世界的数据与微捕手等理论模型进行交叉验证，来进一步完善我们对彗尾动力学与太阳风作用机制的理解。就算欧罗巴快船最终什么也没抓到，这种零结果也具有科学意义，它能帮助我们设定未来观测的技术下限，明确在哪些条件下我们无法看到。换句话说，即便一无所获，也能让我们为下一次星际遭遇做好更周密的准备。从传感器灵敏度到路径设计，都会因此更加精准。这真的是一次千载难逢、完全出乎意料的近距离接触机会，就像你在城市街头散步，突然一头鲸鱼从天而降。我们从未想过能如此接近一个来自星际深处的天体。如果欧罗巴快船成功捞到了这些彗尾粒子，它将创造历史，首次为我们带来3 Atlas 离子尾的直接测量数据。这等于是从宇宙深处送来的一份快递样本，不管结果是丰收还是空手而归，这次经历都将对我们未来如何设计、应对与星际访客的接触方式产生深远影响，帮助我们在下一次机会到来时准备得更充分、更聪明。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和我们一样，对这样的宇宙中的偶遇感到惊叹，不妨继续关注我们带来的第一手太空动态。别忘了订阅频道，打开通知，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报道与解读3 Atlas 的最新动态消息。